再过几个月就到了2023年。其实呢，在今年我们看到楼市全面的松绑，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出手买房子，因为这2年房地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21年可以说是对过去20年房价的一个终结。那么在2022年，我们呢又面临着全面的松绑，所以很多人懵了。现在房价高位稳定，我们到底该不该买房子？我们还是呢手握着房产不动，静静的观望。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2023年还能不能够买房子。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要想搞清楚2023年能不能买房子，那我们就要对比这2年的变化。首先，在2021年有全面的调控，而且调控具有针对性。2020年的年底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同时深圳率先出台了二手房官方指导价。可以这么说，这是对新房和二手房一记重拳。那么过去20年呢，开发商是无序的扩张，拿着老百姓的钱当流动资金，根本就不害怕自己负债，也可以通过银行大量的借债，因为有在建的房子抵押，所以开发商嚣张至极。但是给了开发商3道红线，要求开发商降负债，如果负债不降，可能你融资的渠道就会被打断。这个时候开发商才开始慌了起来无所不用其极。在2021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业主维权的事情，也可以看到开发商为了能够快速的回笼资金，把这个旗下的楼盘打对折促销，结果就出台了这个限跌令。对于这个银行来讲以前银行放贷也是毫无止境的，为了业绩而忽视了自身的金融风险，导致到老百姓的负债越来越高，也让金融风险增多，法拍房的数量也在年年的增长，所以给了银行的2道红线。那么还有一步就是对老百姓彻底锁死了这个炒房客。炒房客想要交易，那很简单，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没满2年或者没满5年，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税费等等。包括二手房，如果你想以炒房子为目的，要一个天价，那么这个时候有二手房官方指导价。我们看到在整个2021年，这个楼市的调控是多方位的围堵主要就是不让你恶性的竞争，也不让你恶意的涨价。那么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房价就开始回落，慢慢的到了2022年，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平均房价已经降到了2019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从2021年的均价1万降到了2022年的9500多块钱，这实际上和2019年差不多。那么紧接着到了2022年，我们可以看到楼市全面的松绑，这个松绑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多年不让降首付的，现在把首付降了，从30%降到20%，甚至10%。那么光降首付还不够，在很多家庭买2套房子的时候，仍然面对的是50%甚至60%的首付，利率可能还会上涨。但是从下半年开始，2套房也视作为第1套房，按照第1套房的贷款以及第1套房的利率去走。那甚至现在还没有到年底，2022年已经连续降了3次的银行贷款利率，现在已经低至4.3%。那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下降呢？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利率还没有到历史的最低点。历史的最低点是2008年的4.15%，我们要向历史的最低价靠拢，那么有可能在第4季度，或者说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利率有可能还会降到4.1%左右。那其实这样讲的话我们和这个公积金贷款就相差不多了，我们能够用到的利率就越来越低，我们的利息也越来越低，我们买房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搞清楚了以上2年的一些调控和松绑，那么很多人就在想2023年能不能够买房子，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2023年可以买房子也可以卖房子，但是这2种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抛开炒房的因素，你只是刚需，你想要有一套房子，那么在2023年是再合适不过的。一旦过了2023年的上半年，
那么有可能房价还会迎来慢慢的上涨。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会在下个视频进行分析。如果呢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呢持续关注我下一个视频。那么为什么在2023年可以买房子呢？是因为在2022年楼市全面的松绑。如果你手中已经有一套房子了，还想买第二套房子，或者说你本身就没有房子，已经观望了几年想买房子，那么在今年的年底和2023年就是一个买房的绝佳时机。为什么呢？第一，你的首付降了；第二，你的利率降了；第三是房价普遍下跌。现在是买方市场，不论呢你去售楼处买房子，还是从个人手中买二手房，这个价格谈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买房子的成本整体下降了。我昨天呢跟大家在视频当中说过，按照以前6%的平均利率和现在4.3%的利率，那同样的贷款30年的还款期，我们差不多能差出37万的利息来。这37万，我们再买一套房子的首付都已经够了。所以说，利率的降低能够让我们买房子更加的安心。为什么又要卖房子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呢，这几年房产在调控，不管它是松绑还是调控，房住不炒的基本理念没有变，还是会长期执行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握了很多房子啊，比如说拥有多套房的家庭，还有呢炒房客，他们不舍得把手中的房产抛售，总觉得呢现在房产下行，房子的价值在贬值，但是房子呢也有周期，未来房价大涨的时候，我再把房子卖掉，我就呢能够减少损失，甚至还能够赚一笔。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方面房住不炒是主基调，另外一方面房地产税在未来一定会全面的铺开。第三，现在房子的房价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人口的流动是从小城市往大城市流动，那么在一个城市当中，房价也分区域，市中心的房子就是有人买，房价就是高，但是偏远地区的或者郊区的房子就是没有人买，没有人去，那房子呢就在不断的贬值。我们这里呢说2023年可以卖房子，就是说把手中多余的房产和一些位置地段不好的房子以合理的价格给处理掉。千万呢不要觉得你自己买的房子当初买的多贵，现在我卖赔了，赔你也得认赔，因为大环境就是如此。如果你再不处理掉，可能未来你所持有的这些房子更会贬值。所以呢，把不好的房子处理掉，然后你还有买房子的需求的话，可以买核心地段的房产。因为现在呢，房子处于买方市场，也就是说价格最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买房子才能够让你的财富最大化。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